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我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，门当户对，很快就领了证。双方家长商谈融洽，共同出了婚房给我们小两口住。所有的事情有商有量。我以为找到了神仙婆家，后来我怀孕了，去医院照出来是双胞胎，两边老人都高兴坏了，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。我爸妈高兴地说：“亲家，我们家乐乐是独生女，以后家里的财产都是给她继承的。你看这次她怀了双胞胎，要不就让一个孩子跟她姓。我们也有个念想，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坚决不要彩礼，还出了1半的婚房首付，说他们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婆家也感恩这么明理的亲家，给我买了20万的5金。听我妈这么说，婆婆也很高兴，当即就答应了下来。这没问题，都是一个孩子，我们也理解。这样，咱们现在也不知道男女，就先出来的跟妈妈姓，后出来的跟爸爸姓，这样对谁都公平。您说是不是？婆婆这番话说得巧妙，里子面子都顾上了。我妈开心地答应了。怀孕期间，因为双胞胎负担重，医生要我按时孕检，不能大意，请假次数多了，领导不满意，我只好辞职在家养胎。好在婆婆也没说什么，还给我开小灶，弄好吃的。我一直以为我会是最幸福的妈妈，直到孕晚期，我在老公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根口红。晚上等他回来，我拿着口红质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先是眼神闪躲，心虚的不敢和我对视，又在看到我艰难地挺着肚子喘气之后，胆子突然就大了起来。你整天在家无所事事，就知道疑神疑鬼。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的，你懂点事行吗？他一把拿走口红，理直气壮：“这是我同事掉在车里的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这个我还要还给人家的，你搞坏了我还得赔。”我刚要发火，肚皮一紧，撕心裂肺的痛感传来。啊！我疼得没时间思考，赶紧要他打120。老公如蒙大赦一般把口红塞到口袋里，赶紧安排我去医院。经过1夜的折腾，我生下来一对龙凤胎，还没看到我的小宝贝，就先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。病房里，我爸妈和公婆正在对峙。我妈愤怒地指着我婆婆张桂花：“当初说的好好的，先出来的跟我们姓，后出来的跟你们，你现在是要反悔吗？”婆婆不甘示弱：“当初是当初，谁家儿子跟妈姓，说出去还不知道是谁家的野种。你不讲信用。”我妈气得差点晕厥。良好的教养让她说不出脏话。我爸扶着我妈也加入了战局：“我不管你说什么，先出来的就该跟我们姓张。”我婆婆一脸得意：“哼，你说晚了，我已经给我孙子办了出生证明，他就是姓杨。”我妈挣扎着起来，不敢置信：“什么？我女儿还在产房没出来，你怎么能？”婆婆直接掏出我的身份证，看到了没？我拿着身份证，人家就给办。说完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爸妈：“谁叫你们就知道守着门口，正事儿都耽误了吧？”病房里的其他家属看不过去了，纷纷指责我婆婆：“你这也太霸道了，至少要等妈妈出来呀！就是争什么，又不跟婆婆姓，有这样的婆婆，这家产妇日子难过了。”听着大家的议论，我妈气得哭了出来，婆婆则是一脸无所谓，反正她已经改了大孙子的姓，别人说什么都只能算口嗨。这时候，护士推着我进来：“16床产妇家属呢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你们不管产妇了？”我妈赶紧抹干眼泪，扑了过来接住我的轮椅：“来了来了，刚刚买东西去了，
没想到生这么快，闺女，你还好吧？疼不疼啊？刚刚生产完的，我还没缓过来，浑身半点力气都没有，只能默默流泪。我妈看我哭了，顿时心疼坏了。再一看这3人间的病房，产妇和家属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，实在是不能好好休息。护士，我们要换病房。婆婆靠在墙边阴阳怪气，哟，这么娇气，我们可出不起。我妈直接无视她，叫我爸推着我。她快速收拾完我的东西，直奔护士站去了。刚好 VIP 病房有个产妇今天刚出院，空出来一间给我，一天多交1000块。我住上了单人病房。又过了2小时，洗干净包好的2个小不点被放到了我的床边。看着小小的2个孩子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等看到孩子了，爸妈心里一软，抱着就不撒手。婆婆和老公被挤在一边，不知道要干什么。护士进来检查输液管，对我老公不客气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？孩子要吃奶，奶粉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孩子不是要吃母乳吗？怕被人说抠门。”婆婆补了一句：“也不是买不起，这不是母乳对孩子好吗？”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直接走到我的病床边，掀开被子就上手，2只鸡爪子在我的胸口使劲地揉。我脸色一白，疼得张了张嘴，连哭喊的力气都没了。巨大的疼痛和羞耻感让我整个人飘在了云端，周围一片白茫茫的，像是溺了水，只隐约听见有人在大叫，然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护士的斥骂。等我恢复了痛觉，病房里只剩下我妈了。孩子呢？我抬了抬手，发现孩子们都不见了。我妈一看我醒了，赶紧喊来护士。护士检查了一下，叮嘱我妈，双胞胎太耗气血了，产妇现在不能动，只能躺着休息。至于喂奶，用医院的水奶或者冲奶粉都可以。妈妈现在的情况不允许喂奶。我妈一叠声地感谢护士：“好的好的，谢谢您。”等护士走了，我妈才告诉我刚才是有多凶险。她握住我的手，哽咽着说：“孩子，谁的孩子谁心疼，你可不能出事啊！”说完又给我宽心：“孩子被你婆婆他们带去洗澡了，待会儿就抱回来。”我闭了闭眼，问我妈哪个是先出来的。我妈一愣，犹豫半晌才跟我说实话：“先出来的是男孩，后出来的是女孩。你婆婆偏要男孩跟他们姓。算了，都是你的孩子。我和你爸也想通了，不论男女，有一个跟我们就满足了。”出院之后，我直接带着孩子去了月子中心。公婆说我败家，放着请好的月嫂不用，花那个冤枉钱去住什么月子中心？你要去我可不管，我只出月嫂的钱。你家有钱看不起我请的月嫂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说完这句话，婆婆甩手回了他们自己家。老公因为要上班，也跟着他爸妈回了家。呵呵，说好的请月嫂，实际上是叫来老家没工作的亲戚。这亲戚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都很差，我亲眼看见他把食物嚼烂了，嘴对嘴喂给自己的孙子。我劝了一句，被说以前都是这么过来的，现在的孩子就是矫情。然后他那个小孙子感染了幽门螺杆菌，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。后来他又要给孙子绑腿，被他儿媳妇给赶出去了，要他来照顾我。我怕是要疯，在我的坚持下，我自掏腰包订了月子中心。因为订得晚了，只剩下最贵的那一个套餐，1个月要花58888，卡里的钱不够。我直接拿出当初结婚的时候公婆买的5金，去了金店，买来的时候花了20万，回收大约能有个15万的样子。女士，可以看看您的发票吗？
导购仔细查验了一下五金，神色怪异地看着我。我没觉察到异常，掏出了发票。几个店员对着发票和五金鼓捣一阵，最后他们的店长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您的发票没问题。但是店长欲言又止，我心提到嗓子眼。但是什么？金子有问题？不可能啊！这些都是订婚的时候，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公婆拿出来的，每一件都带有证书，不可能有假。店长看我的眼神带着怜悯，女士，这些都是假的，是最常见的仿制品，不可能。这是我公婆买的五金，怎么会有假？我不信邪，抓着店长要他查清楚。店长无奈，调出了当天的监控。20万的五金是大生意，店家特地留下了监控影像。视频里，公婆确实是付了款，店家也给了正品，但现在我手里的是假的。我直接报了警，说家里遭了贼，损失20多万。警察马上赶到了我家，查来查去也没个头绪。最后，警察隐晦地提醒我，注意一下熟人。这年头，很多都是熟人做，抢先看就去8分，免费看案。您先排查一下。做完笔录，又交代了一些事情，就走了。月子中心的定金已经交了，不退不换。无奈之下，我给爸妈打了电话，我爸赶来给我交了钱。望着我不住地叹气，我没敢跟他们说五金的事情。我忍着眼泪，把2个小宝贝安置好。最后还是爸妈心疼我，我妈提前退休来帮我带孩子，我爸则每天下班之后负责送饭。我跟他说月子中心有饭菜，不用另外做。我爸嘿嘿一笑，指着保温桶说：“我给我姑娘做顿饭。”我乐意，这可是上好的花椒和虫草。你爸有个学生家里是做这个的，2万多1斤呢。我张大嘴巴，这么贵？我妈无所谓的摆摆手道：“你就坐一回月子，再贵也值得。要知道这产后修复，食疗占大头啊。吃着爸妈的营养餐，宝宝也有专人看护。”我很快恢复了健康，后续我又花了2万请了一个私教，身材总算恢复了孕前的7、8成。在这期间，老公和公婆从未来看过我们一次。出月子当天，我直接打电话给老公：“杨云，今天是我出月子的日子，您赶紧滚过来。”电话那头很吵，老公压低声音：“张月，你发什么疯？都说了我最近在外地出差，你自己打车回去不就行了？”对于这个男人，短短1个月，我已经看得透透的。我提高了声音：“杨云，我给你脸了，赶紧滚过来离婚，不来我就去法院起诉。”没想到我竟然敢提离婚。杨云很快回了家，我一边安顿好2个孩子，一边和新来的月嫂交代注意事项。杨云站在门边，一脸讨好地看着我。爸妈在帮我拿行李，看到他也只是叹了一口气：“老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看。”我指着堆在门边的2个行李箱：“最近家里人多，你住着不方便，你出去住一阵子吧。行李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因为请了月嫂，爸妈也会时不时来照顾我。家里的房间确实不大够，我腾出主卧给爸妈，又把客卧给了月嫂和孩子们，还剩下一个书房。我买了一个沙发床凑合住，只要把杨云赶出去，家里就清静了。”杨云一看行李箱，脸立刻拉了下来，不悦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赶我走？这个家是我在养着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”我丝毫不虚，直接翻开手机上的转账记录，一条一条给他看。1年来，你一共给我转账5万8千，其中8千是保险，1万是产检，4万是生活费。我给你转了3万块，其中1万你买电脑
2万你违规赔钱，一条一条，一件一件。他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，加起来，你一共给了我1万块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老公养家，一年只给家里1万块。最后，杨云狼狈地拎着行李箱跑了。他是去他爸妈那里，还是别的地方？我丝毫不关心。等他走后，我直接联系了律师，我要离婚。一听说我要离婚，消失的公婆出现了，上门就是一顿指责，说我不为孩子着想，自私自利。对于这个老太婆，去掉滤镜之后，她可憎的面目终于露了出来。我丝毫不给面子，直接拿出假的5金摔在了她脸上。张阿姨，您对这些有什么说法吗？拿假的金子娶儿媳妇，说出去你们还要不要脸？公婆气得手抖，伸着手就要来打我。呵呵，我会站着被他打。我直接点开手机录像，感动我一根手指头。我告到他倾家荡产，看他的样子，想必对假5金心知肚明。这家人一再刷新我的三观，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选了这家垃圾当亲人？最后，我丢给公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告诉他们乖乖让杨云签字，否则我直接带着2个孩子去改姓，送走了这对瘟神。我开始反击，我把假的5金和发票，还有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奇葩事情做成了文档，发在了社交平台上。没想到后台居然收到了很多私信，有一个叫小西瓜的姐妹，都生完2个孩子了，才发现老公当初给的金子是假的。某多多上买的酒包邮，骗她说是7、8千。最近她老公做生意亏了本，她本意是拿出来帮她渡过难关，结果发现是假的。她告诉我，男人就是骗子，他们从不考虑谎言被揭穿了会如何，他们就是能骗一个是一个。姐妹，你千万别看在孩子的面上忍，他们就是靠这个拿捏你的。你会发现，忍一时就要忍一世。还有更多姐妹在我的启发下去查了收到的金器，发现很多都是假货。一时间，评论区成了爆料现场。由于我是实名制发帖，很快就有相熟的亲戚朋友打来电话询问，我一点也没藏私，甚至补充了婆婆偷偷给孩子改姓的细节。一时间，杨云的电话被打爆了。杨云的工作是体制内，当他的领导也问起这件事的时候，他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在同事们鄙夷的目光中，他狼狈逃回了家。张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你要是乖乖离婚，我就是正常的。你如果想和我耗着，我就发疯给你看，看我云淡风轻的样子。杨云咬牙切齿，你就不能有点当妈的样子，非要闹？我噌一下站起身来，指着2个熟睡的孩子，孩子是假的，5金是真的。听我说到5金，杨云张嘴就要反驳，我不知道，这是我妈。我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，别装了，你妈早就招了，是你干的。她狼狈地捂着脸，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人。我指着监控，我现在是哺乳期，你要是敢打我，法院会直接判离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我就不是个能忍的。在我的逼问下，杨云终于承认金子是他偷出去卖了。我孕中期的时候，他们单位风靡一种投资游戏，就是先投进去一部分钱，然后发展下线，下线每天做任务，你就可以分到多少钱的样子。很多人中招，尤其是一些小领导，只要发个链接，手下的员工点进去，领导就能分到钱，这不就是传销吗？当时杨云的领导跟中了邪一样，拉了几百人进群，自己赚得盆满钵满，最后在暴雷的前一天功成身退，留下一个死群。杨云上了头，
扔进去10来万，还被人抓住了把柄。在事业单位搞这种非法集资，抓到就是个死。为了赌上亏空，他把目光瞄向了我的5金。当初买金子的时候，他也去了，知道黄金的回收价格，卖掉就正好堵上这个窟窿。想着我平时也不戴，买个假的放进去，等赚了钱再换掉。没想到随着他们集资暴雷，我这边也暴雷了。拿着假5金回来，我第一时间翻出了房产证，好在写的是我俩的名字，还没被他卖掉。一个赌鬼的话不可信，看到他手机里的催债短信，我惊出一身冷汗。这个婚必须尽快离掉。为了争取离婚的话语权，我很快找了一个工作。在法庭上，我拿出了杨云在外面的各种欠债的证据，坚决要求离婚，2个孩子必须跟我。然而法官在查验了所有的证据之后，说无法证明杨云的欠债没有用于共同生活，我需要承担1半的负债。我懵了，只觉得这个规定离谱到荒谬。凭什么他欠了债，需要我来还？法官叹了一口气说，民法典就是这样规定的，夫妻之间债务共享。走出法庭，杨云得意地冲着我笑，呵呵，你还想离婚吗？我翻了一个白眼，送他2个字，傻成。债务我肯定是不会承认的，只需要证明他的欠债没有用于共同生活，是他的个人负债就行。说起来简单，整理证据却很难。我们之间没有房贷车贷，所有的花销都是一些鸡零狗碎，这些有的有记录，有的没有。不过不要低估一个女人想要离婚的决心。我喊来我闺蜜小田，2个人对着所有的交易流水和购物记录，一点一滴开始整理。从我认识杨云开始，哪怕一杯奶茶我都标注了出资者。花了3天时间，整理出了一份完整细致的 PDF。 看着上面的图片和数字，小田啧啧惊叹，真抠门啊。算下来，他一共就花了3000块在你身上，而你花了3、4万给他买东西。他看着我，不无感慨，你这是精准扶贫啊，姐妹。我苦笑一声，何止啊，我怀孕生子的损伤还没算，我爸妈帮我带孩子的辛苦也没算。小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姐妹，记住了，只有党才会精准扶贫。整理完证据，我没着急提交给法庭，我直接找了个和杨云不对付的同事，拜托他发到了朋友圈。他的朋友圈都是杨云的同事领导，很快这件事就被他整个单位都知道了。和上次的假5金事件一串联，杨云的名声彻底臭了。网友们甚至给他取了个贴切的外号假金男。更有热心网友建议，他给你假的5金，你就给他假孩子。婚内负债算不算共同债务？这个问题飙上了热搜，更多人下场热烈讨论。那好了，原来只要一张结婚证就可以免1半的债务啊！学到了，这就去刷信用卡。我老公欠的赌债，我承担了1半。我恨死这张证了。姐妹们，擦亮眼睛，查征信啊！随着热度越来越高，我的粉丝量也水涨船高，很多人都在问我离婚后续。我也接到了杨云的律师私下调解的消息，他的律师告诉我，如果离婚，我必须偿还杨云欠的50万中的1半。张女士，如果答应这个条件，我们答应离婚。我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，他说用于共同生活就是了，凡事讲究证据。我手里的证据还比不上他张嘴乱说，我手上的证据清楚明白地表示，杨云在我们婚姻存续期间没有支付大额的生活费用，一些零散的花销也都是双方共同支付的。我霸气地回应，
他的个人欠债和我无关。我以为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这件事很快就会有进展，没想到我低估了杨云他们一家子的无耻。杨云终于答应离婚了，按照约定，房子、车子都是我们的共同财产，需要对半分。2个孩子因为我尚在哺乳期，无条件判给我，但是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问题。杨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首付是你爸妈借给我们的，看着那张明显泛黄的借条，我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我没想到杨家竟然会这么没有下限，他们竟然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而我傻乎乎的，直到现在才发现，因为是现场直播，当前婆婆拿出这张借条的时候，评论很快多了起来，大家骂得很难听。我靠，我血压高了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什么意思？2家一起出的首付，婆家偷偷写了借条，好惨呐！男人什么时候能要点脸呢？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，纷纷出言力挺杨云。好样的，就该这样，让这些拜金女看看，算计人家房子翻车了吧？上面的眼瞎了，看不到是共同出的首付，女方也给自己爸妈补借条啊！真是电视剧还是太保守了，现实才是真的玄幻。弹幕刷得很快，观众席也是议论纷纷。大家没想到杨家竟然真的这么不要脸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法官也是第一次见。现场休庭去商量怎么判。爸妈在家带孩子没来，打电话问我进展，我只能安慰他们一切顺利，实则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当初这套房子首付50万，一家一半，各出25万。后面的房贷是用我俩的工资一起还贷的。虽然我没上班，但是我爸妈每个月给我打1半的房款。如果借条是真的，那需要先把25万的借款还给杨云的父母，剩下的房款平分。可恨我没留个心眼，害我爸妈损失这么多钱。我坐在原地默默流泪，直到看到一个粉丝的私信，一个叫小呆瓜的粉丝给我发消息：姐妹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你的首付和房款都是父母转账，你去调一下流水，证明这套房子是你父母出资，并赠送给你个人的，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我瞪大了眼睛，赶紧回复：那我还需要分1半给对方吗？小呆瓜回复：是赠送给你个人的财产，那就全部属于你。离婚的时候不能分割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小呆瓜建议我去找父母补一个赠与协议。有了协议，这套房子的1半权益就全部属于我个人，而另1半，除开25万的首付，剩下的杨云还贷的部分要拿出来和我平分。我算了下，首付是50万，后续房贷是150万，去年已经还清，所以这套市值200万的房子，我占了100万，杨云的父母占25万，剩下的75万还要分我1半，我所占的份额就是137.5万。好家伙，比我预期的100万还多了！我赶紧给爸妈打电话，要他们补赠与协议。其实补不补都无所谓，出资比例已经证明一切。如果不分给我，那就是分给我父母。钱婆婆冲我嬉笑，叫你别离了。你看这闹的，杨云更是傲慢。你要是不离婚，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。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以后谁还要你啊？看着这2个跳梁小丑，我不予理会，专心整理手上刚收到的证据。笑吧，待会儿就要哭了。重新开庭之后，我提交了新证据，除了爸妈出资的流水，还有好几段视频。我们虽然没有彩礼，但是有价值20万的5金，这个也是要还回去的。
但是真的已经被调包成了假的，我还回去却只能是真的。我不能吃这个哑巴亏。家里因为养了宠物，我在各个房间都装了监控。杨云整天忙着应酬，从不关心家里的事情。他不知道我装了监控。我看着监控里，他鬼鬼祟祟打开卧室门，再找到保险箱，拿出假的5金换掉真金。幸好监控有自动缓存的功能，我才能找到关键证据。这段视频加上金店提供的交易视频，加在一起足够证明杨云婚内转移财产了。看着这一幕，刚才还偏袒杨云的那些网友都闭了嘴。真下头，这男人真不是个东西，太阴险了，还想着换掉假的，让女方赔真的呢。坏了，渣男要流入市场了。一顿指责下，杨云的脸色越来越白，他的辩护律师都不忍再说下去了。杨家2公婆也有点不知所措，他们对于儿子换掉真金是知情的，但是没想到还有证据啊。视频里，杨云拿着换掉的真金，得意地和好哥们打电话：换好了，当女人就是好啊，什么时候男人也能买金子啊？你这个方法好，保管他看不出来。待会儿请你吃饭。他那个狐朋狗友我知道，因为家境贫寒，找了个城市独生女入赘，后来女方生孩子难产，直接一尸两命。他继承了女方的全部财产，一开始他还会孝顺女方父母，后来就原形毕露，直接不管了。女方父母死了独生女，心灰意冷，卖掉房子回了老家。如今看来，他老婆的死未必就是意外，我这边证据确凿，而他那边全都是口述，强有力的证据是一点都没有。辩护律师张口结舌，支支吾吾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最后，法官当庭判离，孩子归我，婚内财产平分，房子折价给我137.5万。如果我要房子，直接给他62.5万，并且按照杨云的工资水平，每个月给2个孩子各2000的抚养费，这就放过他们了。想得美！这一次离婚就是奔着鱼死网破去的。我要杨云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我再度提交了新的证据。还记得害我早产的那根口红吗？我找到了它的主人，就是那个害得杨云欠债的女领导的。他们俩早就勾搭在了一起，双方都是有家庭的。所以每次开房都是借着出差的名义，真的假的我也不在乎了。反正我搞到了他们出轨的证据，我把打印好的一摞开房记录和消费记录交给了法官。这里是杨云和刘月借着出差的名义，实则出轨的证据，还有他们在车里出轨的视频。会心一击，杨云爹坐在椅子上，他的手机响个不停。想必是他的同事们也在看直播。刘月因为非法集资的关系，主动离开了原单位，现在在一家私企就职。被他欺骗的同事们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。这会子自然要问杨云了。法官瞠目结舌地看向我：张女士，你有什么诉求？我看着一脸灰败的杨云，微微一笑：我不想孩子们有这样的爸爸。我要求抚养费一次性给付，另外，我生产期间的花销，还有月子中心的花销，属于共同消费，他要付一半。想逃掉这笔钱，门都没有。背叛者如果不需要付出代价，忠诚就是放屁。很多人拿出计算器开始按，帮杨云看看他还要给我多少钱。杨云看着我，眼中似乎要喷出火星子。张月，你这个毒妇！我点点头，过奖。很快有人算了出来，双胞胎的抚养费，直到18岁成年为止，杨云一共要支付86.4万元。
而我生产期间和月子期间的花费一共是58000，加在一起就是893000元。想着靠离婚算计我一笔的杨家3口，彻底傻了眼。杨云的工资一个月15000，本来还有一些存款，可惜他全都给了刘月。他惨白着一张脸：“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？”我大度的摆摆手：“没关系啊，房子归我，你再给我268000就行了。”最后，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我拿到了离婚证。杨云也随即支付了26万的赔偿。至于剩下的8000，我卖掉了他新买的电脑抵债了。回到家后，爸妈和我抱着哭了一场。为了离掉这个婚，我几乎是脱了一层皮，2个孩子也几乎全部甩给了爸妈。自己为了搜集证据，殚精竭虑，头发掉了一大把。本来就还没完全恢复好的身体，更是雪上加霜。但是我不后悔，我不能让渣男把我拖死，我得主动跳出泥潭。忍一时不会风平浪静，渣男只会得寸进尺。我要趁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快刀斩乱麻，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看着崭新的离婚证，还有2个可爱的孩子，一切都值得了。清理完杨云的东西，家里瞬间空旷很多。孩子的儿童房也装修起来了，我还能腾出一个小空间当书房。一个家里，当母亲支棱起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男人真的不重要。没了这个只知道拖后腿的男人，我的生活肉眼可见地轻松起来。爸妈帮我带孩子，我则是抓住了直播的风口，开启了事业的第2春。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姐妹和我有同样的遭遇，但是她们没有我的幸运。有的为了孩子选择净身出户，孩子却以为是母亲抛弃了他；还有的为了孩子选择隐忍，被家暴20年；更有姐妹为了离婚，被前夫打到住院。其中一个姐妹为了离婚，竟然被前夫活活打死。桩桩件件都是血淋淋的教训，也是残酷的事实。在婚姻里，女性依旧是从属地位，还在被别人支配命运。后来，我自学了法律，开始在网上给大家科普民法典中关于婚姻的条款。更多的女性开始觉醒，她们开始反抗不公的命运。越来越多的孩子随母姓，女人也能继承家里的宅基地。男人不再高高在上，而是和女人一样，共同撑起这片天。后来，孩子大了，爸妈精力不济，我直接请了保姆，保姆们负责孩子们的日常起居，我则是负责陪伴。在我的教导下，孩子们阳光开朗，是个小社牛，丝毫没有因为父母离婚就自卑。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大人问他们：“你爸爸不要你们喽？”2个小孩异口同声地回答他：“爸爸妈妈只是因为感情分开了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”离了婚后，杨云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听说他被原单位辞退了，现在像个过街老鼠一样，躲着原来的同事。杨家父母因为这个儿子，被亲戚们孤立，差点得了抑郁症。这些都是好事的朋友告诉我的。对于他们家的遭遇，我一点也不关心。一切都是罪有应得。我现在只需要好好赚钱，负责给我爸妈养老，再给2个孩子提供良好的经济支撑就行了。一想到不用再跟男人有感情拉扯，我就浑身充满了斗志。我的直播事业也顺风顺水，很多广告商找上门来。看吧，只要把精力放在事业上，做啥都能成。我写了很多有关婚姻和育儿的帖子，成了社区知名的情感博主。我没有停止学习，也不断在反思，为什么女性进入婚姻之后就容易成为了失权人。直到我看了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第4卷中的论述，
婚姻制度是人类奴隶制度的最后一环，共产主义是没有婚姻制度的。婚姻制度起源于父权对血统纯正的追求，本质是对女性生育权的剥夺和掌控。婚姻的产生是为了男性更加方便地剥削和奴役女性。婚姻本质是保障每一个男人都有自己的奴隶。当你发现自己在婚姻里没有自由，也没有自尊的时候，要立即抽身离开。希望每个姐妹都能幸福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半夜2点，我收到男朋友的电话：冉冉，我胃疼，你能不能来陪陪我？胃疼，睡意模糊的我听到这个词，蹭地从床上坐起来，二话不说出了门。他是个急诊科的医生，正在值夜班。我到医院的时候没多想，轻轻敲了下医生值班室的门，就推开了。床上鼓鼓囊囊，我走近一看，躺着2个人，一个是我男朋友周德森，另一个是急诊科的小护士秦珊珊。我倏地僵在了原地，还在滴着水的伞被我脱力扔在了地上。周德森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吵得皱了下眉，睁开眼看到我的那一刻，眼底有慌乱闪过。冉冉，你怎么来了？他坐起身，不自觉拉了拉被子，想把他旁边的人遮起来，掩耳盗铃。我抿抿唇，没什么情绪地陈述事实。你说你胃疼，想让我来陪你。他眉头再一次蹙起，片刻后了然，解释道：我就是随口一说，随口一说。我重复道：所以你半夜2点给我打电话，只是随口一说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没来得及辩驳，我强压着怒火的声音再次响起：你是来请我看你是怎么借工作的名义和别的女人躺在一张床上的吗？郑冉，你别无理取闹。他略显无奈的声音响起。我无理取闹？我气笑了，再也压制不住我自己内心翻涌的情绪，声音也越来越高。想分手可以直接提，不需要用这样的手段。医院的夜晚很安静，我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，声音很大。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怎么就上升到分手了？你别小题大做，小题大做。你和别的女人一起睡觉，是我在小题大做。一直躺着装死的秦珊珊终于坐起身，慢慢捋了捋她的头发。冉冉姐，你别多想，我和周医生一起值夜班，值班室只是临时用来休息的而已，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他无辜的语气中略带指责，好似在说我没有常识，连值夜班都不知道。我没什么感情的勾唇笑了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护士有护士的值班室吧？为什么你睡在医生的值班室？周德森轻啧一声，不满于我咄咄逼人的态度。你别没事找事，外面在打雷下雨，他一个人睡害怕。那我呢？外面打雷下雨，我凌晨2点跑过来，我怕不怕？他沉默片刻，这次只是个意外，我没想到你会来。我来，大概是出于愧疚吧。毕竟他的胃病是因为我才彻底留下的。我们刚在一起那会，他正在读博士，住在学校的宿舍，连着下了几天的大雨，夜晚受凉，我感冒发烧了，而他也因为吃坏了东西，脱水到在医院打点滴。我不想麻烦他，吃完退烧药之后就窝在床上准备睡觉，正睡得昏昏沉沉时，突然感觉有人把我抱了起来。我强撑起眼皮，看到了周德森。我有些懵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发烧了？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用，我吃药了。听我的。我想要反驳，但是眼皮却越来越沉，怎么都睁不开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在医院。医生看到我醒了，笑了笑。你这个小丫头真是命大。我眨了眨眼，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。你昨晚发烧到了快40度，陷入昏迷，
如果不是德森把你带过来，估计你就要被烧傻喽，昏迷。所以昨晚是周德森及时发现了我的状况，我用几秒钟消化了这个情绪，开口时声音哑得厉害。周德森呢？他面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医生轻哼一声，他去做胃镜了。胃镜？我懵了，他不是只是肠胃炎吗？就是因为觉得情况可能不对，才让他住院观察。结果他竟然擅自跑出去，外面又下着雨，原本就有点胃出血，现在更严重了。他说着说着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小丫头，好好珍惜他吧。”听着医生说的话，我心里酸酸胀胀，说不上什么感觉。烧退之后，我去周德森的病房找他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啊？”我佯装生气：“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？你还是个医生呢，怎么这么不知道轻重？”他安安静静听我骂完，才抬手轻轻抓了下我的手指，低声说：“我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”我自己说着说着，反倒自己鼻子开始发酸。我听你老师说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估计就出事了。他笑了一声：“别听他瞎说，他都是吓唬你的。那你怎么想起来去找我？我给你打电话没打通，我怕你出什么事，我就想去看看你，所以你不顾你自己的身体了。”他摸了摸我的头，唇角微勾：“我没事。”他总是这样，不善言辞，没有甜言蜜语，但爱意都藏在了生活的细节里。明明是因为我才留下的胃病，每次发作怕我担心，却总是闭口不提。冉冉姐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。我和周医生清清白白，这难道还需要我证明吗？秦珊珊的话让我逐渐回神。我确实不是第一次见你，但我从没想过你会和我男朋友一起睡觉。没有一起睡觉。他红了眼眶。我和周医生清清白白，我是在工作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正经。我气笑了。他也知道他在工作，工作不应该在自己的职位上尽职尽责吗？我确实不是第一次见他，第一次见他是在我和周德森某一次冷战的第2天。他当时还是一个新来的小护士。前2天因为彩礼，我们大吵了一架。我们要结婚，我父母提出要10万彩礼，我们家陪送1辆车，但是他刚刚博士毕业，没多少钱，我们2个的存款用来付了首付。我不喜欢冷暴力，便主动来求和，却在医生办公室碰到了他。平平无奇的护士服硬是让他穿出来一种别样的制服美。我有些懵，我不记得急诊科有这么一位漂亮的小护士。他看到我也懵了一瞬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后退一步镇定地说：“您好，请问您预约挂号了吗？”我微微笑了一下：“你好，我找周德森。”他愣了几秒，神色不自在地看了我几眼，随即笑开：“你就是郑然姐姐吧？”我点头，礼貌地问：“你是？”“我是秦珊珊，刚来的实习生。”怪不得，我经常来找周德森，他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我大部分都见过，刚刚看到这个小护士就觉得眼生。我点点头，走进去，动作自然地把包放到桌子上，坐到他的座位上，抬眸发现他竟然还在盯着我看，站在门口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顿了下：“你还有事吗？”“没有。”他咧嘴笑了，看着天真无邪。我只是看着冉冉姐你太漂亮了，怪不得周医生总挂在嘴边。我倒是有些惊讶，周德森平时沉默寡言，实在是不像一个擅长秀恩爱的人。我很轻地挑了下眉，他经常提我。他抿唇笑了：“可不是吗？光我来这几天，就听到过周医生说过好多次了。”我心头一暖，嘴角的笑也真实了几分。刚打算说话，熟悉的声音突然从秦珊珊背后响起，
一如既往的冷清。你怎么来了？是周德森，他刚下手术，身上还穿着蓝色的无菌服，戴着无菌帽，口罩遮挡住了他大半张脸，但丝毫遮挡不了他的帅气。尽管见过这么多次，但不同状态下的他都能让我心动。我站起身，笑着看他。我今天下班早，想着咱们一起去吃顿饭。他状似无意地看了一眼和他并肩站着的秦珊珊，抿紧了唇。秦珊珊立马扬起笑脸，尴尬地冲我笑笑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来做什么？秦珊珊一离开，她声音更冷了。我愣了下，勉强笑了笑。阿姨说让我们今天晚上一起过去吃饭。我妈。我点头。她深呼一口气，坐在凳子上，抬起指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。我妈这2天心情刚刚好一点儿，今天咱们过去，你别气她。我别气她。我懵了，我什么时候气她了？她脸色有些难看，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别提彩礼的事情。我气笑了，心口憋着一股气，话在嘴边转了又转。只要她不主动提，我就不说，行吗？她看了我一眼，默许了。我们一路沉默着到达周德森父母楼下，要下车时，他再次嘱咐我妈他们心情不好，要是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你忍着点儿。他们心情不好，那我上了1天班，心情就好。我手上开门的动作停顿了片刻，敷衍地点了下头，实在不想吵架。他姥姥前段时间刚刚因为心脏问题住院，最近刚刚康复出院，所以周德森才会一直说他妈妈心情不好这样的话。虽然年过半百，但仍是儿女，面对自己母亲生病，心里难过我都能理解，所以这也是我没反驳的一个原因。到家进门，他爸爸正在厨房做饭，你去帮忙。他妈妈笑着对周德森说。周德森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满是提醒，像是在警告我不该说的话不要说。冉冉，咱们不管他们，咱们过来一起看电视剧。他妈妈似乎没察觉到我们之间这种尴尬的气氛，笑着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好。我略微有些不自在，但还是笑着说好。也不知道是不是碰巧，电视里播放的正好是一个家里伦理剧。男女主领证结婚之前，女主怀孕了，男方这边说彩礼可不可以先不给，先嫁进来，把孩子生了，彩礼钱就当是以后给孩子的，生了孩子再拿出来，然后就是各种矛盾。我越看心里越憋屈。突然他妈妈抓住了我的手，笑着看着我，温声问：冉冉啊，你对于这件事怎么看？彩礼？他嗯了一声。好家伙！我说为什么让我在这看这个电视？原来是早就在这等着我呢。我心里冷笑一声，对他这种旁敲侧击，心里说不上来的难受。如果他正常和我提，可能我还会委婉一点儿，但是他既然喜欢旁敲侧击，那也别怪我什么话都说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彩礼钱还是要给的，因为彩礼钱是一个态度，毕竟你给了彩礼，女方这边还会陪送嫁妆，这样小两口的新生活才好过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对。他点头表示赞同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，说起来，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要多少钱的彩礼吗？您说，我们那时候才要8000块，哪像你们现在，动不动就要几万10几万。你说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，娶个媳妇不是要倾家荡产吗？我脸上的笑容淡了，这是嫌我要的多了。我懒得和他兜圈子，勉强笑了下，礼貌地说：阿姨，您有话直说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阿姨就直说了。她看了眼厨房，德森这个孩子读到博士毕业，已经这个年纪了，也没攒下什么钱。我和你叔叔都是普通工人，平时赚的也不太多，
再加上前段时间德森他姥姥生病，也花了不少钱，所以阿姨的意思是，你看彩礼钱能不能少一点儿？我不置可否，只是问，那您觉得多少合适呢？阿姨是真心喜欢你这个孩子，也希望你能早点嫁过来。她开始打感情牌，我们现在有1-2万块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阿姨现在就拿给你。所以，我问，这1-2万就是彩礼钱了？她笑了下，没说话，从10万直接变成1-2万。我深吸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家这边这辆车估计就要换成同等价位的了，1-2万哪有好车？是啊，所以阿姨，您看您要不要加点儿？阿姨不是这个意思。周德森妈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看你们买了车，是你们到时候开着上下班，我也是为你们的生活着想。如果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彩礼钱我们都会返还的。到时候也是我和德森2个人花。”他眼睛紧紧盯着我，握着我的手微微用力，他的眼神过于犀利，有着经历过岁月沉淀下来的压迫感。最终我败下阵来，只好搬出万能公式。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双方父母见面的时候说好了的，现在临时要变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和我父母谈。你这孩子，他不赞成地看着我说，结婚是自己的事，这点小事自己可以做主的吧？这不是小事。我严肃地说，既然当初是我父母提出来的要求，那我现在也不好擅自更改。如果您家这边有什么变动的话，可以直接和我父母沟通，我们小辈夹在中间也很为难。他脸色冷了下来，轻叹一声，你这孩子也太死板了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阿姨又不会害你，都是为了你和德森好。我点头，善解人意地说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爸妈也是为我好，我听他们的，所以这件事是没得商量是吧？我笑了下，看着他越来越难看的脸，斟酌了下说，如果您家这边资金确实紧张的话，我们可以等等再结婚，我不着急。他脸彻底冷了下来，拿着遥控器超级用力地换着台，最后看起了爱情保卫战，就离谱。饭做好，开始吃饭。他妈妈一直在说，这次他姥姥住院花了多少多少钱，家里之前就欠了多少多少钱，话里话外都在哭穷，明摆着是说给我听的。这天吃完饭回来，我们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争吵。我都说了让你别惹他不高兴，你怎么不听话？我不听话，我站起身，不服气地和他理论，是你妈妈非要说这个的，我去之前就和你说了，只要你妈妈不提，我就不会说。她心情不好，你就不能顺着她。我说了，如果要变的话，和我父母谈，别和我说，我听他们的。郑冉，你知不知道10万块是要我爸妈半条命？那你们呢？给我1-2万块，想要我家10几万的车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我丝毫不退让。你父母赚钱不容易，那我父母赚钱就很容易吗？你坚持这样对吧？我点头，咬着牙坚持说，这件事没得商量。如果他家真的经济困难，我是不会这么胡搅蛮缠的。但他们不是，且不说他姥姥有5-6个孩子，他爸妈就他一个儿子，钱总是攒下了的。他想要那辆车，又不想给彩礼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这件事之后，我们要结婚的事情就暂时被搁置了。我们的感情和之前相比也变得生疏了很多。他以他父母没钱为由，经常加班，说要自己赚钱。我没阻止过，但我没想过他加班能和别的女人加到一张床上去。冉冉，他指尖点了点太阳穴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发生。他看着我呆愣的神情，神色疲惫，刚刚的镇定一点点消失，下床把我抱在怀里，
他是害怕，外面下的雨很大，他们护士那个屋又是阴面，窗户一直都关不好，所以我才会同意他来。还有就是，他话还没说完，护士站的铃就响了，有病人，深夜，急诊，病情一定很危急，就算再不开心，我也分得清轻重缓急。我挣脱他的怀抱，捡起地上的伞，轻声说：“我在家里等你。”他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却不得不转身走出去迎接病人，匆匆留下这句话。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雨很大，我拿出手机想要打车，手却抖得厉害。半晌，终于点了，却因为天气和时间原因，迟迟没人接单。我站在医院的台阶上，看着路边的积水慢慢增多，心里直苦得发涩。自从准备结婚，因为彩礼的事情和他妈妈闹得不愉快之后，我们之间愈发沉默。我一直以为一切都会好的，但似乎没有。我拿出手机，翻着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，看着我们之前所有的聊天记录，其实早就有征兆了，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。过了1个小时，终于有人接单了，是一个40-50岁的中年男人。我上车之后，他随口问：“姑娘，用把冷气关了吗？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。”就这么一句简单关心的话，却让我满腔的委屈有了宣泄的点。我眨了眨眼，想把眼睛和鼻腔里的酸涩都挤出去，却只感觉到眼前一片模糊。是不是家里遇到什么事情了呀？我摇摇头，眼前更加模糊了。第二天9点，他下班回来，我在收拾行李。昨天就已经说好的，我要去杭州出差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如果可以完成的话，回来我就可以晋升，年薪直接翻一番。冉冉，他站在玄关处，看着我打开的箱子，瞪大了眼睛，满是不可置信。你要走？再次开口，他声音有些颤抖。我埋头收拾东西，没看他。我要出差，昨天和你说过了的。他拧着的眉松开，神色放松下来，脸带倦意。冉冉，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正在收拾东西的手一顿，沉默了下，站起身，转身看他，眼神平静无波。你说，昨天下雨，病人也不多，我们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会儿，但是护士值班室那边那个窗户坏了，他很害怕，所以就来我们这边。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你觉得你们睡在一起合适吗？当时那个情况，当时什么情况？我只是问了他这一句话，他就被堵得哑口无言。当时你和我说你胃疼，凌晨2点钟，你本身就在医院。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给我打的电话，是打算让我看你和秦珊珊是怎么躺在那张1.2米的床上睡觉的吗？冉冉，他垂下眼皮没看我，不知道是心虚还是什么。我同意和他一起睡，是因为我当时本身就不太舒服。如果按照之前，我会和他换房间睡。而且他之前送了我快5万块的手表，我一直欠他个人情。我愣了下，那块手表我是知道的，在周德森过生日那天，他从医院带回来的。他当时说是秦珊珊送他的，我让他还回去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你之前没还回去？他头垂得很低，伸手牵住我的手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收下普通同事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但是我现在已经还回去了，我也知道昨晚那样做不对，以后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了。他朝我保证道，我和秦珊珊除了工作上的事情，私下不会再联系了。我摇摇头，我不信。郑冉，我胃疼是为了你才留下病根的，而且我之所以会犹豫留下那块表，是我想尽快娶到你。他拿出了杀手锏，我为了你变成现在这样，
你不会说不相信，我就不相信我。我沉默了。每次吵架，他都要把他为了我做了什么反复拿出来说。我觉得心烦，却还是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是对的，不想和他继续争辩。我抬手看了看时间，走到行李箱旁边，把行李收拾好，把拉杆抬起来，看着他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先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冷静，好不好？郑冉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之间的问题更多出现在你身上？”我刚要迈出去的脚步一顿，气笑了。什么？你太拼了！你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赚钱，你不会像大部分女生一样顾家。我们之间聚少离多，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周德森，我很无语，但还是按捺住内心的烦躁，问他：“你几岁了？你30岁了，你不是小孩子了。我顾家，我在家里每天等你回来，那每天的花销靠什么？靠你现在规培发的3000块的基本工资吗？”他像是被我戳中了死穴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没说话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拉着箱子出了家门。或许周德森会被秦珊珊吸引，就是因为他那种小鸟依人的态度，能给他巨大的满足感。但是我苦涩一笑，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性子。这么多年，现在才拿出来说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这件事情很快被我抛诸脑后，每天都要和客户对接，忙得晕头转向。在我出差的准备回去的前一天，我遇到了秦珊珊。她一改之前在医院的装扮，穿着时下最流行的衣服，背着几万块的包包，头发烫着女明星同款，指尖勾着的墨镜微微晃动，勾唇朝我笑了。聊聊吗？我看着他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要聊什么？比如你和周医生的事情，感兴趣吗？”我本想拒绝的话，到了嘴边变成了：“你说，先看看这个。”他递给了我一块手表，不用打开，只看包装，我就知道这是他送他的那块价值5万块的表。我知道这个，我抬眼看他，没什么情绪。他现在还给你了。但我知道他不是真心的。郑冉姐姐，我求你成全我和周医生吧。我直接被逗笑了。我成全你们？你是要我和周德森分手是吗？他点头。这话你没资格和我说，换周德森来和我说。我冷淡地看了他一眼。还是说是你一厢情愿？周德森根本不喜欢你呢。郑冉姐姐，其实你知道的吧，周医生最近和你在一起并不开心。我沉默了几秒，不想和他继续绕圈子了。所以你是说周德森喜欢你，也想和你在一起？对。他神色认真，语气肯定。但是如果你不说，他是不会主动和你分手的。他拿出手机，点了2下，一阵嘈杂的声音过后，是周德森的声音。他似乎喝多了，口齿不清，但我还是听明白了他在说什么。他说：“郑冉太自私了，从来都不为我考虑，天天就是个工作狂，偏偏视财如命。我姥姥生病花了那么多钱，他一点都不体谅我家的难处，还坚持要10万块。”紧接着一个女生温声安慰：“可是郑冉姐姐也是为了你们的未来呀，周医生，你体谅一下，现在还没结婚就这么多事，那结婚以后日子过得不更憋屈吗？但是我又不能提分手，毕竟我们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很爱我的。那周医生，你还爱他吗？”录音里的周德森很长时间没说话，好半晌才长叹了2口气。比起他，我现在只喜欢你，毕竟你5万块的表都能当礼物，而他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就知道送我点便宜的东西。后面话越说越难听，简直刷新了我对周德森的认知。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在周德森的眼里是这种小气、吝啬、
冷暴力、无理取闹的人。或许我不完美，但是这些话从我朝夕相处的枕边人嘴里说出来，还是会觉得心寒。正然姐姐，周医生现在是喜欢我的，但是我们确实什么都没发生。秦珊珊如实说道。但是我觉得他更适合我。这是什么时候的录音？他把手机递给我，上面的日期显示是昨天，所以我走了之后，他声称和秦珊珊不再联系的第二天，去和他一起喝酒。孤男寡女，秦珊珊是专门来找我的。周德森那样长相帅气、高冷禁欲气质的男医生，确实很让人心动。在他一脸期待的眼神下，我沉默了几秒。不管我们分不分手，这都是我们的事情。虽然我很感谢你让我听这个，但是你作为周德森的出轨对象，没资格要求我做什么。他愣了一瞬，我没再搭理他，转身走了。回去那天，我一进门就看到周德森刚好从厨房出来，桌子上摆着满满的菜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他笑着看着我，和之前我每一次出差回来的场景一模一样，好像那天晚上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我听的录音也是假的，别愣着了，快过来吃饭吧。他笑着招呼我。这次出差任务完成的怎么样？我盯着他看了半晌，没看出他的心虚，反倒是我快要憋不住内心的情绪了。挺好的，还收获了意外之喜。什么？让你听一段东西。我拿出那段录音，很平静地放给他听，看着他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到严肃，再到惊慌失措。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，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他极其丰富的表情变化。老婆，我那天就是喝多了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。我点头。所以在没喝酒的情况下，就和本来向我保证过不会再私下联系的女同事约着一起吃饭。我保证下次不会这样了。我倏地笑了，看着他嘲讽道：周德森，你觉得你的保证有用吗？他沉默了，他也知道自己理亏。半晌，他干巴巴叫了一声：老婆，别叫这个了。我说：周德森，虽然我们肯定是要分手，但我觉得我有必要和你解释清楚。老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自顾自地说：我之所以努力工作，是为了等结婚以后尽快备孕。我现在多赚点钱，以后我们结婚之后，我因为孩子要在家休息的时候，你的压力能小一点。你过生日，我送你的东西都是你平时能用到的东西，你全身上下那件东西不是我给你置办的，我和你要过一分钱吗？他只是送了你一次礼物，对你关心了一点儿，你就觉得他好。如果不是想要和你好好过日子，我也可以像他那样。可是你不懂。他彻底慌了，因为他发现我没带行李箱回来。我下飞机直接把箱子送回了家，所以这次我是真的打算分手的。冉冉，我不同意分开。最近我们之前确实出了一些问题，但我们都可以解决的，不是吗？已经解决了。我走了。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触碰。房子是我们两个一起买的，现在我们要分开了。那个房子，要么你要，要么给我。我把你的那部分钱给你，然后我们就去办下手续。不行，他神色固执。这个家里到处都是你的痕迹，你要是离开了我，我一个人活不下去的。冰箱里你上周买的酸奶还没喝完，卧室的洗衣机我一直不太会用，还有床太大了，没有你我睡不好。周德森，这些都是你的事情。我打断他的话，冰箱里的酸奶喝不完就扔掉，洗衣机不会用就换一个，床太大了就找别人来陪你睡。在他震惊的眼神下，我不紧不慢地说：
毕竟不是第一次身边睡着其他人了，不是吗？这个房子我当初付了半年的房租，现在还剩下2个月，我免费送给你住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所以我们分手吧。周德森，不行，我不同意你走。他话还没说完，他的电话就响了，是秦珊珊。他拿着手机的手顿了下，有些慌乱地看着我。我不动声色地从他手机屏幕上移开目光，也静静地看着他。不是说私下没有联系了吗？我问。他张了张嘴，却没说出反驳的话。我冷笑一声，对他的最后一点感情也被他的态度消磨殆尽。好了，快接电话吧，我先走了。转身出去，关门的时候，我听到周德森说：“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过去看看？”原来这就是他说的没关系。分手后，他爸妈和他一起来找了我。他妈妈和往常一样，语重心长和我说：“冉冉，我知道你觉得委屈，但是哪个情侣不吵架呀？不会都是和和美美的。德森没做什么特别过分的事吧？他又没和那个女生上床，只是同事间的普通闲话，别太较真。”我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笑，礼貌疏离地说：“阿姨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”可是冉冉，她妈妈轻叹口气：“德森只是一时糊涂，就真的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吗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这边彩礼照出，马上就把我名下的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，你觉得好吗？”不用了，看着他们妥协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之前既然就没谈拢，分手了更没必要谈了。周德森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等他爸妈出去后，他看着我没说话。我闭了闭眼，疲惫地说：“你想好了吗？”“什么？房子？”我言简意赅：“是你要还是我要？”“冉冉，你别这样。”他低着头，眼眶红得厉害。我根本就不喜欢秦珊珊，我只是看着她，觉得很像你和我刚恋爱时候的样子。他会主动向我示弱，会和我开玩笑，还会安慰我、鼓励我。但是你这2年天天忙着工作，我们因为彩礼、结婚、买房子的事情总是吵架。我只是想要怀念一下当初的感觉而已，没有真的要和他怎么样。我静静地听他说完，心里只觉得发寒，说再多也没用了。周德森，从你动了这个念头开始，我就不会原谅你了。往后柴米油盐，我不确定你还会不会对这样一个美名其曰很像我的女生动心。重新回归工作的第2个月，我成功升职了，工资和之前相比翻了一番。我把房子留了下来，给了周德森他该有的30万，他不要，跑到我家楼下，大声喊我的名字，一直发消息和我道歉。直到有一天，温度高达40多度，他顶着烈日站在我家楼下，只想等我心软，却没想到自己中暑晕倒了。我打120把他送到医院，碰到了他妈妈匆匆赶来。他看着病床上他儿子苍白的脸，生气地朝我吼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儿子都为了你做到这种地步了，你为什么还这么不知好歹？”我不知好歹，我气笑了。是我逼他和那个小护士暧昧不清的吗？是我逼他在我家楼下站着的吗？是我不想和他结婚，不想和他好好过日子吗？拜托你搞搞清楚，是你儿子出轨在先，也是你儿子缠着我不放。你儿子晕倒还是我打的120？你凭什么指责我？之前对你客气，是因为你是长辈，我得有礼貌。但是我们就是陌生人，你又凭什么说我？他妈妈被我这样的样子吓住了，半晌都没说话。其实我的脾气一直不太好惹，只是面对长辈，我一直保持着该有的尊重和礼貌。但是现在面对周德森的妈妈，没有必要了。周德森傍晚醒了过来，
似乎没想到一睁眼就能看到我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哑声开口：“老婆，我不是你老婆。”我递了杯水给他：“我们分手了，周德森。我之所以在这里等你醒，我就是要和你说明白，别再找我了，也别再去我家楼下表演苦肉计。我的脾气你不是第一天知道，何必呢？”我垂下眼睛，从兜里拿出那张30万的银行卡：“这是你的钱，还给你，我们好聚好散。”冉冉，他叫住我，好半晌才问：“你还喜欢我吗？”我没说话，他自嘲地勾起唇角，自顾自地说道：“有时候我不禁怀疑，你是不是只是想找一个结婚对象，是谁都无所谓。”我眸光微动，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感觉我一直在和你解释，但你特别坚决。我想挽回你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倏地笑了，在他疑惑的眼神下，收敛起笑意，认真地说：“周德森，我不是铁石心肠，我也会动心，但是我这个人可以回头看，但不可以往回走。如果我今年20岁，面对你这样自残式的苦肉计，我会心软，但是我今年28岁了，我不可能一辈子都提防着你会不会喜欢上别人，那样没意思，也很累。”他没再说话，后来也没再找过我。后来秦珊珊去照顾他了，没多久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正在开会，我毫无波澜的划掉，继续投入到我的工作中。后来听说，他某次和秦珊珊值夜班的时候，因为玩忽职守，导致给病人输错了药，被发现之后，家属紧追着不放，最后医院赔了钱，把秦珊珊和周德森开除了。听朋友说，他和秦珊珊在小区楼下开了个小诊所，后来怎么样就未可知了。2年后，我再次遇到了他们。这天，我连着做出了几个大单，公司给我们团队发了奖金，金额很多，足够我把剩下的房贷还80%。于是，我来到银行，准备咨询下相关业务。突然，旁边一对正在吵架的夫妻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偏头看过去，然后瞬间愣住了，因为他们就是我2年没见的周德森和秦珊珊。他们看上去比2年前憔悴了很多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周德森转过头，看到我的那一瞬间，有些尴尬地扯了扯秦珊珊的衣服，低声呵斥：“你小点声，小声。”我为什么要小声？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你怎么这么窝囊。周德森凑到他耳边，不知道和他说了句什么。他抬眼瞪了他一眼，看着他走出去了。好久不见，正然姐姐。秦珊珊走到我面前，朝我打招呼。显然，她也很早就看到我了，是好久没见了。我淡淡笑了下：“你们这是来银行做什么？贷款？买房吗？”“也不是，只是想做点别的。”我不置可否地点头。“那你呢？”他问我。我笑了下：“我这次来看看能不能把房贷一次性还清。”在他震惊的目光下，我缓缓说道：“最近又升职了。”他脸色僵硬了一瞬：“那恭喜你，也恭喜你啊！什么？得偿所愿，和周德森在一起了？”他撇了撇嘴：“算了吧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我们前段时间领完证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妈妈那么不好相处，天天逼我做这个弄那个。”他不情不愿地看了我一眼，还总拿我和你比。我没说话，听他继续抱怨。而且周德森和我开了个小诊所，前段时间因为医疗事故赔了人家30万，现在诊所也开不下去了。我真后悔了。正然姐姐，我避重就轻地说，可是我看他很听你的话。他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周德森就回来了，手里拿着2瓶水，一直在悄悄地看我。秦珊珊也毫不避讳，朝我耸耸肩：“
你看，他还是喜欢你，大可不必。我心里默念了这么一句话，正好喊到了我的号。我站起身，那我先走了。之前只是听朋友讲，说周德森现在过得不好，总是和妻子吵架。现在一看，果然是这样。我办完业务，走出门，拿出手机，在工作小群里连着发了几个200的红包。什么情况？冉冉姐这是给咱们的福利，该不会又有工作了吧？想到周德森他们现在状态，我勾唇笑了下，低头打字，没什么，今天心情好，请你们吃饭，来不来？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